咋这么大？跟我平时敲键盘的手都不是一个尺寸啊！搁这开盲盒呢。我靠，看不见，啥都看不见啊！合着穿越还附赠市民大礼包是吧？丁，搞全养道系统绑定成功了。宿主苏念北，当前身份青松落霞分弟子。真穿了，还是个瞎子。这开局比我奶屯子里的铁路还坎坷呀！开局任务已发布，活过今天，任务奖励10下品灵石哦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没有病，但是你要是有糖，可以分我2颗。滚犊子！令牌呢？一个蒙眼的废物还想赖在洞里不走？仨人来者不善，硬刚纯找死。仨人欺负一个残疾人，真他妈出息！搁东北村口都得被老太太戳脊梁骨。周师兄，这人该不会死里面了吧？死没死，踹一脚不就知道了。温馨提示哦，你可以用灵力感知代替眼睛看东西的。当前灵力储备17%，省着点用哦，充一次老费劲了。你可真够抠的，最高那个灵力最强，合着仨人组团来欺负残疾人，真有脸。林北，令牌交出来，灵田今天就划到主宗名下，你师傅欠的债总得有人还。欠债灵田，合着这身体的师傅跑路就算了，还留一屁股烂账。我这是穿越过来当冤大头。聋了，跟你说话呢。周师兄，这摔的比我去年冬天踩冰初溜还实在。跑，不跑是傻子！抓住他，给我死里打！放开！你们仨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残疾人要不要脸？搁东北早被削了，还敢还手？行啊，一个瞎子打残了也没人管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致命攻击来袭，小心开灵力会疼疼的，经脉会受伤的。损伤，我现在还有的选吗？再不动手直接嗝屁了！看来你师傅还给你留了点保命手段，可惜啊，灵力再强，眼睛看不见，也是个废。谁敢动我小师弟？牛师兄，你俩滚回去告诉主宗那帮人，落霞分支虽然破，但还有我牛大壮在，谁再来找茬，我把他腿卸的当锄头使。小师弟，没事吧？没吓着吧？大师兄，师傅走之前特意叮嘱我照看你。我刚从后山除草回来，就听说那兔崽子带人来闹事，伤到哪儿了？跟哥说，哥给你报仇去。没事儿，皮实。走，小师弟，咱回家。任务完成，活过今天啦！奖励10块下品灵石，已经揣你兜里啦。10块灵石，差点把命搭上就换10块钱，这系统比我老买菜砍价还狠，抠搜的。小师弟回来了。小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手怎么凉？快进来喝热水，我刚烧的。小师妹，你别咋咋呼呼的，人刚从周子恒那孙子手里脱身，魂儿还没定呢。二师兄，你闭嘴，就你话多。这是你二师兄祝瑜，炼气9层，嘴欠但人不坏。什么叫嘴欠？我这叫幽默。行吧，队友看起来还算正常，大概。又失败了，这个月第17次。17次？合着这姐们不是来炼丹的，是来拆房子的呀？这分支没一个正常人是吧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烫到手吧？放心，他炸炉比你吃灵脉膏都勤，手法熟着呢。就是咱这房顶，这个月第3回炸漏了，再炸2回，晚上躺着就能看星星了。没事没事，补房顶我拿手。祝于你搭把手扫扫碎渣，别扎着小师弟脚。好家伙，合着这都是日常流程啊！一个个熟练度都快拉满了，就我搁这跟个土老帽似的，没见过世面。这哪是修仙分支啊？这分明是个兼职爆趴队呀！林北，周子恒来找你是为了灵田令牌，被大师兄赶走了。你的眼睛还是看不见？看不见。我知道一种封印叫禁明，中了这种封印的人，视觉会被永久封住，除非集齐5行灵元，否则一辈子都是瞎子。你怎么知道这个5行灵元？听着就老贵了。合着我穿越过来，既要还债又要治眼睛，纯来打工的是吧？叮，检测到关键词禁明封印，系统任务更新中，请稍等哦。有人在瞅我，搁这欺负残疾人呢！这要搁东北，你早被削的妈都不认了。偷偷告诉你哦，刚才有个超厉害的大佬瞅了你好半天呢。啥？你咋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呀。好家伙，
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搁这演武侠片呢。修为高到系统都扫不着，盯上我这么个干啥呀？图我看不见，图我穷。算上山洞那次、崖顶那次，刚才这次，这已经是第3回啦。他指定对你有意思哦。有啥意思啊？我现在兜里比脸都干，下最值钱的就是这根蒙眼带，它要么是闲的，要么就是跟我身上这封印有关系。10块零食够干啥呀？师傅欠的债跟座山似的，周子涵的瘪犊子还盯着林田不放，现在又冒出来个神秘大佬，合着我穿越过来不是当主角的，是来刷地狱难度副本的呗。宿主快睡吧，明天指不定还有啥事儿呢，养足精神才能搞钱呀。睡，明天睁眼就得想办法填窟窿，我这命比我奶家压酸菜的石头还沉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不好了！主宗的人今天就来收灵石了，这就剩3块下品灵石，3块。大兄，要不咱去主宗门口卖艺吧？我修教子500块灵石的债，手里就3块，合着这分支比我大学月底的钱包还干净。我寒假去饭店刷盘子都比这赚得多。那姑娘笑起来是挺好看，就是说话吧，一股子茶味儿，齁得慌。小师弟，你眼睛不方便，一会儿少说话。殷长老对你本来就有偏见。偏见？可不吗？殷长老原先养过元神几个月，后来发现他灵根不明，直接就扔了，转头培养陆灵犀，老势利眼了。明白？牛师侄，季度考核到了，灵石备齐了吗？殷长老，灵石暂时有点困难。每个分支都有困难，落霞分支已经拖欠2个季度了。林师弟，你的眼睛还是没有好转吗？殷师伯一直很担心你呢。担心？元神记里这位师姐姐可没少在人前无意提我瞎，经典绿茶操作，跟我们那旮旯都得被姐妹围堵。劳陆师姐挂心，看不见也挺好，省得看见某些人搁那装模作样，辣眼睛。苏念北，灵犀是关心你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殷长老，您今日来是为了考核灵石，还是特意来训我小师弟的？考核，灵石拿来。连续3季缴纳不足，落霞分支等等。按照宗门典律第7章第32条，分支面临裁撤危机时，有权申请紧急考核任务，代替灵石缴纳。你从哪儿知道这个的？闲着没事儿翻书，这条款写在犄角旮旯里，估计180年没人用过了，能不能成，全赌这一把了。赌赢了血赚，赌输了凉凉，加油加油！闭嘴！闭就闭嘛，凶什么凶？殷长老，这可以。紧急考核任务3日为限，内容由我定。九叶还魂草、赤灵参、寒玉花、凝神露，全是难寻的稀罕物。这老货是故意刁难我。这不可能！九叶还魂草长在阴石崖壁上，赤灵参早就被人挖得差不多了。完不成，照旧裁撤。师伯，会不会太难了呀？林师弟眼睛还不方便。装什么大好人呢？刚才憋笑就属你最坏。难才能看出真心。接。小师弟，大师兄，信我。林师弟，你的眼睛真的好可怜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算看不见，你也可以努力为分支做贡献呀。陆师姐，你牙上沾了片韭菜叶子。哦，看错了，可能是光影。妈呀，韭菜叶子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你没瞅见他刚才舔牙那一下，跟个偷吃东西的仓鼠似的，脸涨得跟熟透的桃子似的。太解气了，谁让他每次来都假惺惺的，净说些阴阳怪气的话。爽是爽了，可殷长老本来就对咱们有意见，这下陆灵犀再吹2句耳边风，后面指定得给咱们穿小鞋。那考核任务本来就难，这下更悬了。穿小鞋是早晚的事，他今天本就是来裁撤分支的，怼不怼都不会手下留情。至少出了这口恶气，没让他平白拿捏。怼是怼爽了，但梁子也彻底结下了。殷长老那老狐狸指定不能善罢甘休，3天期限，4样中品灵药，这摆明了是想把落霞分支往死里逼。光靠嘴炮没用，得赶紧想辙，分头行动。大师兄，你力气大，去北坡废弃灵田找赤灵参，要根须完整的。行。二师兄，去东溪谷采寒玉花，花开9瓣以上，品质才够中品。放心，我眼睛尖。小唐跟大师兄去北坡，注意别靠近主茶地界。明白。南面荒林采灵神草，炼灵神露。对，材料管够，炸了再炼。知道了。那你呢？我去断魂崖找9叶还魂草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，你眼睛……我能感知到。忘了昨晚是谁指出哪块田该补中的？1个时辰后出发，药篓、铲子、止血药、绳索一样不能少。大家注意安全。要铲他！二师兄，你又落西边了吧3天，4样东西必须全拿回来。这破分支
我保定了。血渍有毒，绕开。警报警报！前面200步有小妖兽，建议绕路走哦，被咬了会疼的。还有你说，有叶还魂草在崖壁中间哦，离顶顶有40丈，岩壁滑溜溜的，风还大，小心摔成小饼饼哦。40丈，也就10多层楼。想当年我搁欢乐谷蹦极都没怕过。哎，不对，我恐高啊！我靠，20丈、30丈，再坚持一下子。找着了。扫不到啊，崖顶没人，50丈里啥货物都没有。扫不到，那这箭是谁射的？鬼啊！有人在瞅我，系统都扫不出来，这人修为得高到啥地步啊？那一箭真想杀我，根本不会偏，他是试探我身上到底有啥名堂。到底是哪个缺德玩意儿？经过我精准计算哦，昨晚瞅你的人跟今天射箭的人气息匹配度71%，大概率是同一个坏家伙。从昨晚就跟上我了，一直瞅着，今天还动手了。管他是谁，3天之内我得先把灵药凑齐，活下去才有功夫查真相。周子恒那瘪犊子的备用玉牌，这质地错不了。偷东西偷到家门口了，真当落霞分支没人是吧？周子恒，你行！完了！有超级厉害的大灵兽过来了，西北方向3里地，跑吧，宿主，真打不过的。药被偷了，还有东西送上门。好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能有多热闹。别硬刚啊，会被揍扁的。偷药的刚走，灵兽就来，赶得这么巧，未必是巧合。先看看是什么来头。这鸟咋跟铁疙瘩似的，沉得邪乎。别晃我晕！我靠，你说话了，这修仙界鸟都成精了。本座乃谁来着？记性不好就别装了，以后就叫你小金。做呢，连自己叫啥都忘了，搁这装什么上古大佬呢？什么小金，粗俗！本座有名讳，等本座想起来，你是你救的本座，待本座恢复必有厚报。行，那你先欠着，鸟先养着，正事要紧。执法堂还没关门，得赶过去。我要报失，落霞分支药库被窃，锁被撬，这是现场证物。丢失何物？赤灵参17株，寒玉花2朵，冥神草1捆，其余零散药材若干。嫌疑人内门弟子周子恒，碎片是他备用玉牌的材质，卡在锁心里。周子恒，内门丹顶阁那位，你有目击者吗？没有，但碎片材质和他腰间主玉牌同源，请执法长老当场验证即可。周子恒是内门弟子，你只是外门分支的，若指控不实，搁着拿身份压人呢？我证据链全的，怕你？得请长老验证。我不要赔偿，只要一份延期批文。这批灵药是3日内的考核物资，现在没了，我需要重新筹备。来吧，姐钱刷的刑侦剧不是白看的，证据链给你摆得明明白白。你就是林北？是。去请周子恒，玉质灵力纹路残留气息与周子恒主玉牌匹配度90%以上，锁心撬痕也符合他的破玉针手法。你很细心。哼，跟我玩这套还嫩了点。嘴硬的货色，等会儿指定要扯皮。长老明鉴，我绝未踏足落霞分封药库，这碎片定是被人捡去栽赃，定是他一个瞎子看不见东西，怀恨在心，使这种下作手段。还栽赃？你那点小把戏，搁村口都骗不过晒太阳的老太太。周师兄，你说玉牌是昨日摔碎的，碎片丢失，那你腰间那块主玉牌，能请长老验一下吗？看看今日午后他有没有离开过你身边。拿来。今日午后，此玉牌曾离身约半个时辰，方位落霞分支方向。那可能是散步走到别人药库里去了。走远了。周师兄真有雅兴。证物吻合，时间方位绝对得上。周子恒，嫌疑成立。你若有不在场的铁证，可以拿出；若没有，禁足丹种阁3日，等候核查发落。延期批文7日，够吗？够了，完美。7天时间，绰绰有余。一个瞎子，别太得意。说这话的人多了，排队去吧。借势施压，随便。先把试炼的事儿办了，别的往后靠。3日后，主宗外门试炼选拔，通过者获修炼资源分配，
优胜者直入内门预备序列。五口试炼，还有战斗环节，整呗，谁怕谁呀？小师弟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半天。去了趟执法堂，药库被偷了，周子恒干的，我拿了延期批文，7天。偷？那考核？ 3天后的外门试炼，大师兄你去报名，咱们一起上。可你的眼睛，试炼有战斗环节，你……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能感知。再说了，啥场面没见过，整呗。行，哪也去，俺给你护着后背。成，有大师兄这肉盾在，稳了一半。有人来了，很强。这股气息是昨晚崖壁上那道视线，是射我一箭那缺德玩意儿。他为什么送这个？这玩意儿的灵力波动，跟我体内精明封印的频率几乎一模一样。你到底是谁？跟我的封印有啥关系？灵力感知异于常人，脑中言语巧调古怪，闻所未闻，有趣。玄清宗外门涉猎今日开考，本次选拔不问出身，不看根底，无论是宗门旁支弟子，还是山外散修，连闯3关者，面入是外门正式弟子级，入册后方可常驻宗门修炼，享统一资源供给。通关前3关者，每月领中品灵石2枚，0米3斤；位列前10者，破格纳入内门预备序列，可入天宫阁挑选黄阶上品功法。往届不乏散修弟子凭实力闯入前10，直入内门的先例，诸位尽可施展所长。真给洞府啊！这奖励比往年厚1倍，难怪这么多散修挤破头来。入了宗门级，往后就不用在山野里摸爬滚打了。可不是嘛，光每月2块中品灵石，就够咱们在外门熬半年了。可惜咱们这点修为，多半是陪跑凑数。正好分支缺灵石缺药材，我自己解封印炼灵力也得补资源，这波不白来，起码得把通关奖励拿下。瞧，那个蒙眼的真来了。落霞分支是没人了吧？连眼盲的都派上来凑数，等着看第1轮怎么被抬下来。安静，让他们说，等会儿打脸才响。现在叫的越慌，等会儿脸越疼。第1关，迷踪淘汰阵，阵内设有声光幻象与灵力干扰，唯一的生门藏在重重迷惑之后，触碰阵壁符文者直接淘汰。第1批入阵。声光幻象，专门迷惑用眼睛看的人，这阵法简直是为姐量身定做的呀！捡漏了属于是。能不能快点进去，快点出来？你就知道吃。下一批林北，宿主加油啊！踩空了会屁股墩的。闭嘴！找到了，生门的本质，能量流转最稳定的节点。牛大壮，祝宇，看那个蒙眼的，居然走得这么顺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不是看不见吗？靠灵力感知，这精度也太离谱了。殷师伯，这个林北灵力运用老练的不像入门弟子。就这，还挺简单。林北用时第3名。看吧，本大人早说过，你这眼睛闭着比他们睁着好使。第3名，稳了。接下来是对战，希望别抽到太麻烦的。宿主厉害，奖励你1朵小红花。一边去。对战赵奎。跟个瞎子打，老子要速战速决，免得丢人。得罪了，再来。连1脚都碰不到，邪门了！我看你怎么躲！林北，上！炼气7层而已，下一个。
那个戴帽子的，灵力不对，外放的波动压在炼气9层巅峰，但实际婚后程度远超这个层次，像戴了个面具。有点子厉害，但装的不厉害，什么来路？跟昨晚送灵石的是一个人。他仅凭擦肩而过的气息，就察觉到了表层之下的压制。林师兄辛苦了，这是回灵丹，对恢复灵力有帮助。多谢，不必了，自己缓缓就好。师兄，你下一轮的对手，我看到周子恒和他有过接触，不知说了什么，但请务必当心，这是我的护身牌，挡不了大攻击，但能争取一息时间。防护牌算我借的，丹药补子恒，又是他，这次玩什么瘾？叮，试炼隐藏任务触发啦！通过试炼前3关，奖励灵力精明度提升10%，还有分支名额保护令1枚哦。保护令，这可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硬通货，赚大发了！下一轮，你对手袖里有东西。他平白无故提醒我干啥？咱俩半毛钱关系没有，安的啥心啊？上台就用，那东西专门破灵力感知，他最大的依仗没了，就是个待宰的瞎子。弄伤他，别弄死，长老不会真怪罪。第3轮，林北对战孙悦。坏菜了，啥也感知不着了，这损色玩意儿真能整阴的。我的妈呀，差点搁这交代了，可吓死姐了，这心到现在还突突呢。是过关了。禁制粉，专克灵力感知的违禁之物。孙悦，这东西谁给你的？是周子恒师兄让我用的。够了，孙悦使用违禁手段，判负，逐出试炼。关联者周子恒记过一次，罚封3月灵石。罚封3月，就这？拉倒吧，起码脸给丢尽了，也算没白折腾。奖励到账，灵力感知升至中级，分支名额保护令乘1，中品灵石乘以10，10块中品灵石，发财了发财了！这波纯血赚。莫无名分配至落霞分支。啥玩意儿？还有人主动往我们这破地方钻，脑子缺弦啊？欢迎欢迎，莫师弟是吧？以后就是自家兄弟了。哥们儿，你眼睛有毛病还是脑子有毛病？咋选我们这儿了？清静。哦，这人指定不止炼气9层，故意压着实力呢，藏得挺深啊。跑我们破分值来，指定有猫腻。而且他身上这味儿还挺好闻的。哎，不对，我瞎寻思啥呢？正事要紧。落霞分支人少规矩少，来了就好好修炼。行吧，本来只想赚点灵石补资源，结果额外多了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小师弟，算下来这波试炼赚麻了。那个莫无名来历不明，正好放在落霞分支看着，让你的人盯紧了。是，师伯放心。试炼结束了，我刚听闻咱们分支多了一位新师弟。师姐，对啊，这位莫无老师弟自愿分配来咱们落霞分支，厉害得很，擂台一招秒人。我名柳烟，落霞分支大师姐。旁人都笑我们分支破败，资源贫瘠，但我守在这里多年，最擅长变废为宝，炼化废丹残财。你既自愿入我落霞，便是自家人，往后不分强弱高低，院内所有人互为依仗，不用看主峰脸色，不用掺和宗门纷争，好好修炼即可。多谢大师姐。后院西厢房最清静，被褥我已提前晒好，收拾干净。隔壁是念北师弟的房间，你们相邻而居，彼此照应最为方便。以前我是最小的，如今你来，我终于不是末位了。以后你就是咱们落霞最小的小师弟。今天试炼赚了灵石，分支还多了个顶级大佬，属实双喜临门。就是这小师弟太神秘了，实力深不可测，眼神总藏着事儿。不过大师姐都发话接纳他了，应该靠谱。睡了。林北身上的封印术法
和父亲失踪有关。睡不着。他啥时候发现我的？这耳朵比狗还灵啊！邪门了啊？没，我就是起夜，你门没关严实，吵着我了。风大。风大？这破地方连个树叶都不晃，哪来的风？你那灵力波动跟地震似的，还搁这说风大，睁眼睛说瞎话呢。那我去了哈。这人指定有毛病，大半夜整啥灵力风暴？可这练啥邪门玩意儿呢？以后可得离他远点儿。新来的头一天就起这么早扫院子，要么是自律到骨子里的苦修斯，要么就是想赶紧摸清环境，搁这装好人呢，指定没安好心。这人指定大有来头，搁这装呢，接着装，我看你能装到啥时候。莫师兄，起挺早啊。习惯了。哟，莫师弟够勤快，今天你负责巡查东边灵田，再把柴房的劈了，人少活多，多担待。好。莫师弟以前在哪儿混的？散修？不像啊。四处漂泊，机缘巧合。啥机缘？教我呗。哎呦，水壶啊，屋里了。二师兄直觉还真准，这货确实瘆得慌，浑身都透着不对劲儿。3、2、1。火候差了一点儿。姐，这差的不是1点半吧？小师兄，你昨天试炼太厉害了，砰一下就把坏蛋打飞了。我以后也要像小师兄一样厉害。好好修炼，你以后肯定比小师兄厉害。日常任务复发布，奖励下品灵石持5，又有零食赚了。走着，干就完了。咱落霞灵田本来灵气就弱，全靠这护田阵法撑着，可千万别出毛病，不然灵苗全得蔫儿。最近几日灵力确实飘忽，运转不太顺畅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真坏了，这纹路咋发黑了？不是自然损坏。啥意思啊？阵眼处埋了东西，腐蚀符专克基础聚灵阵纹。谁这么缺德？腐蚀符常见吗？这种符纸制作工序复杂，需要特定材料，通常只有主宗内门或者某些传承完整的世家才有稳定的汲取来源。主宗内门，周子恒那点本事整不来这玩意儿。陆灵溪、殷长老，还是更上头的人，谁非得把落霞分支整黄了不可？大师哥，你先去报告刘长老，我和莫师兄在这找线索。莫师兄，你觉得会是谁？可能很多，分支争资源，内部排挤，甚至主宗有人不想让某个分支继续存在。3号阵基损毁，腐蚀符残渣，还是加了蚀骨散的变种。莫无名，你新来的，反而认得比我执法堂的还清楚。在一本杂录上看过记载，这事我会记录在案。落霞分支近期事故频率异常，你们自己多加小心。有任何异常，直接来执法堂找我。是，多谢秦师姐。那残渣里的灵力印记，绝非普通腐蚀符，得回去比对封禁符文库，还有那个莫无名。就5块下品灵石的奖励，阵基得修，材料得买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越算越亏得慌。追踪标记，居然有人一直在暗处盯着我们，到底是冲损坏阵基的事儿来的，还是冲莫寒存的秘密来的？警告！检测到不明灵力标记靠近，标记特征隐匿，追踪来源方向后山，标记源持续接近中。来了，后山方向灵力动静贼小，普通修士根本感知不着。灵田边缘需要加固。标记源停止移动，距离约80丈，在那儿瞄着我们呢。不是执法堂的路子，秦洛师姐办事脆生，从来不整旁头露尾那套。那不是泥，是块焦黑的陵木碎片，指甲盖大小，边都烧糊了。要不是他指出来，我压根注意不着。核心灵材，仿市西区百草阁有现货，价格公道。好，我去办。这人每次出现的时机都卡得贼准，
上次阵基坏了，这次标记凑过来，谢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顺手。还是他早就感知着了，故意等我发现。不对呀，这叶子脉络比上个月鼓能出30%，灵气还往里头收，这是要进阶啊！师兄，你对着灵草念经呢？你懂啥？这青麦草种了5年，从来没长这么精神过。被动技能灵值鉴定术触发，青麦草，灵气纯度82%，非与仿世同级平均水平15%，状态健康，杂质活跃，生机旺盛。银叶菊品质上佳，灵气蕴含量高于常规21%，可用于炼制更高级的固元丹。不是普通绸艺，是带精准数的，跟拿秤量过似的。这个金手指真是太牛了。师兄，灵田确实长得好，多亏你照料得当。也不全是我，莫师弟帮了不少忙，浇的灵水都是他调的比例。朱师兄，咋了？下午出摊儿，卖啥？灵药，青麦草、七星藤、银叶菊各带20株。我也去，沉的玩意儿我搬。莫师兄也去吧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等。青麦草15灵珠，仿世才卖10块1株，你这我们的好，不信可以当场验。青麦草15，品质中上，药性纯正，您是行家，比一比就知道。这你们哪儿弄的？这银叶族的灵气内蕴快赶上3年生的了。自家灵田种的，20株青麦草，10株七星藤，5株银叶菊，能便宜些不？抹个零头，480灵珠。成。下次还有这品质的，给我留着。开门红，整得挺顺的。哎呀，林师弟也在摆摊儿，生意看着不错嘛。不过我听说落霞分支的灵田之前出过些状况，这些药材的品质当真没问题呢，可别为了赚几块银石坏了仿师的信誉。来了，殷长老的人明着来下绊子了。既然陆师姐信不着，不如让在场大伙做个见证。我这些灵药品质，但凡有1株低于仿世同级平均标准，今儿这摊子我立刻收走，分文不取。可以请任何一位资深药修当场验看，费用我出。这倒也不必如此，我只是随口一问，也可能耽误人做生意，不如验个明白，省得有人瞎嘀咕。青麦草品质中上，灵气纯度85%以上；七星藤药性活跃，杂质实少。此局灵气内蕴极佳，花瓣脉络完整，已具备炼制固元丹辅材的资格，品质远超市场同级货色。小友这些灵药从何处来？种植照料之法颇为独到。青麦草给我来10株。金叶草还有吗？我要5株。银叶菊我也要。品质为王，嘴皮子功夫在硬货面前不值一提。几位道友，生意不错呀。按坊市规矩，经营摊位需持临时经营许可，缴纳1日10灵珠摊位费。几位衍生许可有啊？殷长老的人动作够快，专拿这种膈应人的规矩压人。朱师兄，把我那个灰色布囊拿来。昨日出摊前，我分支已按宗门条例向执法堂提交经营报备，并获准，文书副本在此。管事若对格式或备案流程有疑问，可即刻前往执法堂核对原件。执法堂那地方，殷长老的手伸不到。既然已向执法堂报备，自然无妨。是我疏忽，未查阅最新备案记录。几位继续。管事留步。道友还有何事？大事儿，就是管事你刚才这么一窝乎，把我们摊子的贵客都吓跑了。这误工费你是不是得意思意思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10块下品灵石就当给几位道友押金了。行了，麻溜走吧，以后招子放亮着点。230块下品灵石，小师弟，咱发了。债务利息、日常开销、灵田维护，压在肩上的重量轻了一截。走，回去，今晚加餐。香，真他娘的香！咱分支多久没闻过这味儿了？这才是实打实的活法，比什么虚无缥缈的灵根天赋可靠多了。
林师弟，今天灵田边捡到的，上面的灼痕不是凡火所伤，这封信是刚才清理你屋门缝时发现的，混在今日送到的宗门传讯里。这笔记的运笔路子，我咋瞅着眼熟呢？这气息和莫寒渊身上偶尔感知到的是一股劲儿。宗门大笔的传讯下午就到了，这封信很火。宗门传讯是统一由传讯伏鸟投付，不可能单独混入手信间，除非送信的根本不是伏鸟，是别的东西或者别的人。碎片上的灼痕灵力印记和信页上残留的气息，出自同一种手法。碎片上的灼痕是冷焰符的残迹，这种符主宗只有内门执法堂和禁地守卫才有资格领用，而禁明之风是15年前宗门对一处上古遗迹的封禁代号，知道这个代号的人，整个宗门不超过20个。这些线索串起来，指着我15千封禁地大坑。这信谁送来的？不知道，但能绕过传讯系统，将信钱精准投到你房门缝，混入今天传讯中。对方对落霞分支，至少对你的行踪掌握得很清楚。先不提这个，明天访视出摊，你和我们一起去。好，苏念北，灵力感知异于常人，灵智亲和力极高，知晓执法堂备案流程，对访视行情单方应用极为熟悉，接触过禁明之风相关信物，被不明标说者监视，身负至少15年以上的隐匿封印。3个月后，7大分支比试，生死台制，允许认输，不得伤及同门性命。我们落霞分贝不是每次都弃权的吗？主宗严令所有分支会必须参加，排名与下年度资源配钩直接挂钩，弃权者资源削减70%。70%，落霞本来就穷得叮当响，再削70%，连基本丹药都维持不。论硬实力，咱们铁定垫底。我筑基1层，防御尚可，杀伤力几乎没有。二师弟炼气9层，身法快，可灵力储量撑不住持久战。小师妹才炼气2层，苏师弟你炼气5层。至于莫师弟，名册登记修为是炼气9层。硬碰硬，纯属上去送人头。直接弃权又要被砍70%资源，两条路都走不通，只能另辟蹊径，不靠纯厮杀取胜。弃权死拼两条路都不行，咱们换一套打法。大比考核不只有擂台斗法，灵职辨识、丹药炼制、阵法布设、灵兽协作全都计分。灵职这块我有10足把握，大师兄你助修防御，抽空辅修丹道，基础弟子扎实。二师弟专攻束缚类轻法术，不用追求伤人，只要能牵制对手就够用。莫师弟灵力操控精准，适合配合型战术。你我一组，你主攻或主防，我根据你的灵力引导辅助位移，同时用灵职辨识能力判断对手灵力波动节点和法器瑕疵，传递给你。找个摸不清底的人搭伙，嗨，行吧，真出事他也未必害我，至少眼下看着是一伙的，不亏。是。嚯，这人导灵力跟牵着手似的，稳得不像话，感觉还挺得劲儿。不对，我瞎寻思啥呢？专心点儿，要紧的是摸透他灵力变动的规律。左肩灵力回流慢了0.3息，完了，嘴比脑子快，这感知力也太邪乎了，这不直接露馅了吗？反应也太平淡了。换正常人被人抽穿灵力弱点，多少得有点反应吧？这人到底藏了多少本事，深不见底啊！苏师弟，那是天苏江慈远师兄，刚历练归来。旁边沈清莹师姐筑基2层丹府修士。殷长老最看重的嫡系天才，难怪这么多人围观。江细远、沈清欢，战力标记。大师兄，我炼本丹缺几株青麦草，能否卷我一些？临时是诈照付。几株草不值钱，拿去便是。多谢大师兄，改日我带疗伤炭来答谢。上月灵力调配本该尽数归主峰，落霞灵田灵气反倒持续上涨，需记下来核查。他看似随意一瞥，实则刻意探查分支灵脉，存心针对落霞。宿主当心，此人度量狭少，定会处处给我们使绊子。你们分院的灵虫，闯药园偷吃了我一株30年的金荆草，赔100灵石。那草太香了，本座没忍住。你个挨千刀的破鸟，我起早贪黑攒俩灵石容易吗？你可倒好，一口造进去100，你咋不把我也当药草啃了呢？哼，管事您消消气，灵宠不懂事儿，我替他给您赔不是。100灵石能不能通融通融？宗门规矩，毁了药园灵芝照价赔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好使。
硬刚不行，药源归内务堂管，拖下去更没筹码，只能管事。我懂点灵植鉴定，您看这么行不？我免费把药源干3天活，鉴定灵植的品质长势有没有病害，用劳力抵赔偿。精准3天，每天至少4个时辰，敢糊弄我赔偿加倍，还得送执法堂领罚。成交。唉，又多3天苦力，但省了100值。他翻书的手指停的那一下，刚好是我跟管事谈妥的那一刻。这小子不会全程都听着呢吧？可这装什么高冷路人甲呢？殷师姐太客气了，3个月后的事儿现在就安排，是不是早了点儿？周师弟掌管出题阁12年，我对你的公正是从不怀疑的。只是今年题目要是能多设几个灵力对冲的考核环节，对筛选宗门整体实力更友好。依师姐的建议我会考虑，但题目设置过审，太刻意了，不好看。就是个参考意见，怎么选全听周师弟的。对了，落霞分支那个新收的弟子叫什么莫无名，听说实力不弱，是有些古怪，我已经安排人去探了。令陆灵犀接近试探，灵田访视，切断。跟上次那破红闪染符的符东儿的动静不一样啊，这感觉咋说呢？就像地底下埋了个老物件，被地脉灵气冲得直晃啊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神魂印记异常，有人盯着，合着这玉简是故意埋这儿等我挖的。有人在看，有人把这玉简埋我灵土里，等着我来挖。信山碎片，现在又整个玉简，一步一步勾着我往前走。勾我的人是敌是友？苏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帮药源做几天鉴定，你呢？我最近学辅修课，得在药源实习半个月，真巧，咱们刚好凑一块儿了。巧个屁！殷长老那老狐狸的徒弟掐着点儿来的，还跟我装巧合呢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对了，苏师兄，你们分园那位莫师兄是炼气9层对吧？我昨天远远瞅了一眼你们俩对练，步伐可精妙了，是哪一派的路数呀？不清楚，他话少，不爱说这些。是吗？他灵力引导的方式可特别了。我师父说，能把炼气9层的灵力转得这么细的人，少见的很。你师父挺关心我们分院的训练情况。师兄误会了，我就是随口一提。大比快到了嘛，大家都在互相打听。他要的不是我的回答，是看我提起莫寒遭时的反应。一句不清楚就够了，说太明白可疑，太警惕也可疑。陆灵犀今天上药园了。问什么了？问你灵力怎么转的，还有步法是哪一派的。你怎么答的？不清楚。可以。这阵法图跟昨晚预检影像里白头发老头脚底下的阵纹纯一模一样。小师弟，明天要加练不？大师说他不动如山已经能撑3息了。3息不够，告诉大师兄目标10息。那幅阵图他是无意翻到的，还是故意翻给我看的？这人给的信息永远多一点少一点，刚好卡在让我不得的想的份上。速度好了，我感应到你袖子里的玉简在发烫，跟那本书的阵纹连上了。白头发老头，婴儿手腕子上的红胎记，30年前的高阶封印术。这具身体15年前搁废墟里被人捡着的，爹妈是谁都不知道。30年前的封印，差了整整15年啊！除非那小屁孩被封上之后，又被人藏了15年才冒出来，除非有人搁背后整这出，故意安排的。宿主，你可别装啦，你心跳都快奔我脸上啦！影像里布阵那白头发老头，身形手法站的位置，左手持笔，首尾多一下尾钩，是我爹独一份的写法。他没主动提玉简的事，我也不问，各揣各的秘密，暂时还没到摊牌的时候。同一条阵纹，你俩搁这演谍战片呢？爆米花我都准备好啦！接吻脏了！行了，拉倒吧。5息，小师弟你瞅着没？5息，4息半，最后半息你都开始出溜了。
莫师弟辛苦啦，辛苦啦！这是殷师伯让我带给落霞分支的灵茶，说大比快到了，给你们补补气。多谢。你们分院训练强度可真……哟呵，殷长老的人开始送礼了，还师伯让我带的。殷长老那老狐狸能主动关心咱这杂牌分支，鬼才信呢。昨天搁药园没套出我话，今天换乌鲁直接上门了。陆灵溪啊，陆灵溪，你笑得越自然，我越觉得你搁这演大戏呢。莫师弟不爱喝茶呀？喝不惯旁人泡的，胡还你。那下次我带茶叶来，师弟自己。行了，这小子够损，我喜欢。哇，莫大佬当面倒茶，这波打脸我给100分，比宿主你装备厉害多了。小娃儿，你灵力感知还行啊，不过你身上的封印压太久对身子骨不好。这老头能瞅着封印，深藏不露啊！金线灵草，品质中等，宿主纯度60%呀啦，开不开心？于伯，你可别逗我了，我就个炼气3层的废柴苗子，哪来的封印啊？哼，老头子，我眼是花了还没瞎。养灵脉的方子你先拿着用，稳住底子，别让根基空耗。逍遥子那小子还不回来，真不让人省心。逍遥子，我师父道号，这老头认识我师父。这猪又生虫了，烦死个人。行，记住了，于伯这根线以后慢慢唠。啊！我出门之前跟你说几遍？3遍。那你……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出门就忘了有啥招。一进坊是瞅着那新出的灵果干就全忘脑后了。哦，对，我还买了灵果干，你们尝不尝？明天你再跑一趟，这次我给你写个条，每买一样打个勾，可别再忘了。过几天就上宗门大比了。小师弟最好啦！灵果干留下1包，剩下的退了还修复单。该让你嘴馋，范堆肥警告。林师兄，沈师妹，沉不沉啊？顺道，我给你送到门口去。林师兄，你蒙着丝带是怎么分辨灵芝好坏的呀？我在旁边瞅半天了，你比那些能看见的师兄还快呢。靠缘分。师兄总爱说这话糊弄人。那你让人咋说？说我天赋异禀，万中无一，太狂了，不符合我低调的人设。下次我来取药，能顺便看你干活吗？随便看。那双金瞳孔被抱走那小屁孩，那是谁？是林北还是我？宿主你别问我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小系统啊。算了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先不想那么多。你回来了，罪数完了。本座今日的劳作量足以抵3世罪孽，那药园管事竟让本座去搬堆肥。小金灵力恢复的比预想的快多了，这种金属质感的翅膀普通前不可能有，它本体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你前是鸡？放肆！本座岂能是那种……行了行了，不是鸡，是凤凰，行了吧？虽然本座暂时想不起来，但绝对不是凡禽。你等着，等本座恢复全部记忆，头一件事就是让你跪下叫爷。等你想起来再说吧，小屁鸡。前代尊主确在人族领地布下禁名封印，目标是一名异瞳圣体幼婴，封印目的保护。追杀者来自天渊阁，尊主此后失踪，至今没消息。我瞅见了，我真瞅见了！3秒，就3秒，那不是疤，被盖住的是胎记。宿主，不好了！我感应到莫寒月往你门口走过来了，他手里还拿着那本古籍。睡前茶，进来吧。我去，他长这样，这是人能长的脸吗？修仙界不讲道理啊！心脏怎么回事？给我正常叫！全收到了，一字不漏。哟，莫师弟，大半夜送茶，挺贴心啊。冷静，花痴什么？你现在是男人身份，而且这人可能是卧底，他半夜来送茶本身就不正常。可是那张脸的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。睡前茶，药材对经脉有益。谢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
路过。丢人，太丢人了！虽然对方不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等，他那个读心术是不是还能用？不会，有距离限制的。系统说过，想多了才是真的露馅。好看的人也太好看了，心脏怎么回事？封印松动为一次性触发事件，昨夜视觉短暂恢复系偶发现象，不可复现。如需永久解除封印第一层，需集齐5行灵元之一。当前已确认线索，5行金灵元等于宠物小金。小金并非普通灵兽，其真身与宿主封印存在共生关系，需等待其完全恢复真身，方可激活金灵元。所以它不只是灵宠，还是解封的关键。正确。那剩下4个灵元呢？信息不足，暂无法定位，建议提升修为，拓展活动范围，触发更多线索事件。20连后就是宗门大比，修为、封印、身份3条线全堵在一起，哪条都不能放。修为、封印、身份3条线我都要攥住。每次和他配合练剑，我的感知会大幅提高。他的灵力属性和我的封印体质之间某种共鸣。不能问，问了就等于暴露我在注意他的灵力结构。俩人情烧用在装淡定上了，成了！大师姐好厉害！别高兴太早，我的成功率是1/18，这是18炉。够了！大比之前你能再成1炉，咱们落霞分贝就不算垫底。真好，我做了好久的，你带上。完了，孩子真把我当男的了。谢谢小唐。右腕是他们给的善意，左腕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大比报名明日截止，各分支尽快登记。这个人的灵力被彻底遮蔽了，不是修为低，是被某种气息主动压制。墨龟散修筑基4层，报名外门组。下一位，墨龟，记住了。大比小心。门口做到这种程度，修为最低结丹，这不是危险，是有人在帮我，但是谁？为什么？筑基6层的臂障，第3次冲击，第3次被弹回来。上个月连破2道小关卡都轻松随意，这个月灵力像被什么东西稀释了，浓度够，密度差，就差那么一口气。我前几天做了一次灵脉回流向的推算，但往西南方向落霞分支那片区域有一股异常的灵力呼吸，不大，但持续存在，像是什么东西在不断吸附周围环境中的散逸灵气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约20天前。20天前，那个林北，盯着点儿，大比之前不动声色，让他们自己露出来。还有件事，殷长老那边最近跟咱们师傅走得很近，昨天还送了一份帖子过来。跟我无关。帖子上写的是大比裁判轮值表，落霞分支初赛那场，殷长老亲自坐镇。殷长老金丹期亲自去选筑基期弟子打架。反应再快半拍，就能接住真招了。那你下次使真本事试试呗。这小子的灵力跟我这封印体质共鸣越来越邪乎了，15天练下来，感知范围从3丈的谱来，我搁这琢磨呢。宿主你就装吧，你俩都搁这儿互相蹭 buff 呢，谁也别说谁。他灵力变动比半个月前稳了3倍，封印松动之后，身子在自我修复，速度比预想的快。大比，你报名了？报了。哼，炼气3层的底子，去凑筑基组的热闹。外门组不限修为呗？不限是不限，可你身上那封印不解开，高强度对打你撑不住。于伯，你又搁这说我有封印了。哼，那方子你用没用？用了，好使。好使就行。大比那天别硬撑，你那身子骨还没到硬碰硬的时候。这老头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老鼻子了。认识我师傅，能瞅出我身上的封印，还给我养脉的方子，他到底是干啥的呀？宿主，这老头绝对是隐藏大佬，咱们抱大腿就对了。抱大腿我懂，但这老头太邪乎了，摸不透底，看着是帮我，实则句句都在试探我，心眼多掉命。
我可不能傻乎乎贴上去，底牌必须攥死，半点不能漏。他看林北的方式有些奇怪，不是监视，更不是防备，倒像是在护着。这个位置，大比当天给我布好，比试讨上布阵，不会被人查出来吗？你以为我亲自去当裁判，是去看热闹的？真是个没东西！大比试场上灵力全开的瞬间，封印一定有反应，只要封印一动，天渊阁等了30年的猎物就在眼皮子底下。15天后，大比，不管谁在盯着，来就是了。慌啥？隔着半座山呢，还能冲过来吃了你？边探查呢，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事儿的时候。3天，大比倒计时3天。宿主你心真大，都火烧眉毛了还这么稳。林师兄，人齐了，说正事儿。大比规矩，5人团战，场地随机，我安排好了。大师兄，主手，站中间轴，把阵眼撑住了，别动。二师兄，游击骚扰。你身法最流，专门盯对面输出的，不求打赢对方，缠住就行。明白，不就是当苍蝇吗？我熟。我负责指挥跟感知侦查，把全场视野铺开。主攻的够了，这小子不用多废话。小唐跟大师姐后勤支援，大师姐管丹药补给，尽量别炸。大师姐说她这次改良配方了。上次他也这么说，然后我眉毛没了半边。这阵容我推演10几遍了，最大的变数不是对手，是我。我的感知一旦被打断，指挥链就断了，所以主攻的必须能自己单打独斗，而他够格。起！在这万军之势，能退下是？啥玩意儿这是？这小子配合度也太高了，每次出招意图明明白白的，灵力走向半点不藏，跟连上蓝牙似的，自动配对，零延迟啊！哟，默契值拉满啦！林师弟，这是我师弟裴彻，一修分支的，他也参加大比，带他来认认你们。裴彻，炼气8层，多指教。你们2个灵力很合。啥？没什么。那只手传过来的脉细太细了，骨架肌理灵脉走向，不是不对，是太巧了。那位林师兄的身子状况，你注意过没？咋了？林北的灵脉结构，算了，不关我的事儿。东西已备好，何时动？一个炼气5层的盲修，翻不了天。行吧，大比的时候你就是底牌，关键时候再出来。本座可不是谁都保护的，就保护你。哟，这么讲究？因为你管饭。合着我白感动了。小金太实诚了，宿主你就是个饭票。说不上哪儿不对，就是心里不踏实。心神搁这提醒啥呢？爱啥啥，不听忽悠不憋屈，啥场面没见过，冲就完了。莫无名这小子又大半夜不睡觉，搁外头忙活啥呢？不过还挺让人放心的。你不是男的！喂，大秘密，宿主身份要暴露啦！喊啥呀喊？生怕全院都听着是吧？大清早搁这诈尸呢！你真是女的？那你天天装成男的？啥叫装啊？我这是被封印住了才这样的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可把话放这儿啊，这事儿给我烂肚子里，敢往外露半个字儿，往后1个月的考灵芝灵秘剑，你一口都别想沾边。还有你小屁孩系统，搁那瞎起哄啥？再嗷嗷乱叫，我直接给你调成静音，让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哦，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男人！人也太多了，灵力气息至少200多道，混一块跟大乱炖似的。正北高台上，殷长老金丹期的灵压，这老小子还真亲自来了。东侧看台第3排，陆灵溪眼神直勾勾往咱们这儿瞟。西侧入场口那股被东西压住的气息，莫归这货来了。宿主3面埋伏，咱们这是进狼窝了。那就是落霞的，就6个人。
听说领队才炼气5层，还是个瞎子，这不来白给吗？我止血伞呢？用不上。万一呢？真等你流血了，说明你已经输了。止血伞顶个屁用！唉，行吧，那我不流血就是了。竹筒内壁留着灵力调频的印子，殷长老那帮人常用的阴损手段，指定是提前动过手脚，就等着我抽中安排好的人。玉衡分贝，宗门排名第2，领队韩征筑基6层，殷长老的记名弟子，真是阴魂不散，走哪儿跟哪儿，走哪儿都躲不开姓殷的，真是晦气。好好比个赛都不让人踏实，哼！韩征，就是去年外门赛把对手灵脉都震出损害的那个狠茬儿，那家伙出了名的下手没钱重啊！来就来呗，咱又不是没打过硬仗，真对上了未必没有胜算。怕啥？不就筑基6层吗？他下手黑，咱也不是软柿子。真擂台上见真章，指不定最后谁揍的谁找不着北。林师弟，小子，你的灵力操控有点意思，但今天你遇到我可要小心了。有啥事冲我说，欺负个师弟算啥本事？他身上的灵力筑基6层没错，但还压着一层暗流，不是正常修炼的频率。这货是有备而来，奔着我来的。紧急任务触发，在大比中存活。注意，任务目标为存活而非获胜。完成奖励，解锁5行木灵元线索。存活，系统从来不说废话。他用存活，不用获胜，意思就一个。这轮比赛有人想让我横着下场。大师兄，1、2场你和二师兄先上，耗他们体力。第3场我看情况上，团体战。团体战我来，你负责活着就行。不是服气，是他说的对。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比比试。宿主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心动？臭系统，滚蛋！落霞纷飞，go！ 小师兄好帅！他那明明还是半人。战术升级版。玉衡分杯胜，落霞分杯林北，玉衡分杯韩征。炼气5层对筑基6层，差了整整1个大境界，这咋打？挡不住，灵力厚度不够，啥防御都白搭。唯一的路，退！这波动是谁在暗中干扰比试？我认输。炼气5层，怎么躲过我7成力的一击？团体战的战斗力完整保留，傻了吧？也不跟你硬刚。韩征出手力度超出比试范畴，有违规嫌疑。另疑似有外力介入，来源不明，先记着。证据还不够，但我有耐心等。什么玩意儿？小子，你师傅的债不只是灵石那么简单。那个方向流的灵力频率，莫归跟上次那个人一模一样。师傅的债不只是灵石，那到底是啥？命、秘术，宿主还是啥见不得人的契约？骗傻了！小北，来上了！他刚才也在后台，那个墨龟出现的时候，他在还是不在？问题先放一边，现在团体战，活着再说。2个筑基3层压阵，2个筑基2层守2翼，1个筑基1层殿后，标准的不能再标准。大师哥炼气8层，徐师哥炼气7层，莫寒圈炼气9层，加上大师姐筑基2期和我炼气5期，纸面实力差了不止1个档次。大师姐，丹药带了吗？13颗，全在。好，你今天就1个任务，往人堆里扔。扔丹药？对。万一真炸了，伤到自己人咋办？不会，我指挥走位，你只管扔就行。3年了，所有人都叫我废丹圣手，从来没人说过我练的东西有用。团体战开始。大师姐，扔！这啥玩意儿？落霞分支扔烟花呢？废丹也敢带上擂台？任务完成了。
2个出界，还剩3个。韩征在中间没动，另外2。走位配合太顺了，这帮废不可能有这默契。是那个练气5层的在指挥，先把指挥的干了，阵就破了。空间壁。小师弟快走，我能扛！主不及6层全力出手，练气8层的身板最多还接1下。谁敢动他？团体战开！灵宠人力超出外门大比规格上限，此战暂停，立刻判定。那是什么鸟？灵力居然能触发防护阵！练气5层的弟子带着这种级别的灵宠，开什么笑？他在变，到底要变成啥玩意儿？判定结果：灵宠属自发保护行为，不算违规参战。灵力等级需登记备案。比赛结果：落霞2人出界，玉衡3人出界，落霞分支团体战胜。综合韩征个人战出手过重扣分，最终判定双方平局，同时晋级半决赛。晋级了，宿主我们进半决赛啦！大师姐你太猛了，我就扔了3颗。小师弟，晚上加餐。于博，他也来看大比，他不是最不爱凑热闹吗？精精圣意，我一定要把你拿到手。这感觉挺好，跟一家人似的。上辈子算了，不想了，这辈子的就够了。莫师弟今天打的最猛，多吃点。凉的，他指尖咋这么凉？修仙的都不怕冷，还是体质就这德行？体质？哇哦，肢体接触，莫大伦耳朵又红啦！你搁那瞎激动啥？就碰个手指头给你兴奋成这样？小屁孩岁数不大，八卦心眼子倒是不少。林兄太厉害了，我今天在台下看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回来了，先生。这姑娘人品行，不矫情，交个朋友不亏。擂台上的暗阵不是意外，是有人专门针对你的灵力感知布的局。下一轮手段会更狠。你咋知道的？这小子知道的事儿可比表面露出来的多老了。一个新来的弟子，凭啥对擂台暗桩的底细门儿清？他到底站在哪边的？目标安全，计划继续。这个多少？15灵石1瓶，大比比贡，量大从优。聚气散别出卖20，你这咋这么便宜？我们落霞分支自产自销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110，要买6瓶聚气瓶，120。小师弟，今天183颗，有个筑基弟子一口气买6瓶聚气散。3天453灵石，加上之前攒的。宿主不好，有股陌生的灵力围过来了，咱院子被人堵了。宿主总资产突破1000下品灵石，解锁商铺购买功能啦。商铺，等大比一结束，头一件事就盘个店面，咱也当回老板娘，再也不用摆路边摊了。干得不错，明天接着整，包我身上。这股灵力波动咋这么眼熟呢？跟上次药园后山碰着的那货一模一样。莫归，这小子又搁这搞小动作。这笔记跟藏书阁里逍遥子那老小子留的旧书一个德行，歪歪扭的，错不了。
是师傅的东西。要是你瞅见这个，说明我还是没能回来。落霞分支地下3只神的地方，有我留给你们的玩意儿。师傅啊，你到底是欠了谁的债跑的，还是说根本就不是跑路？大比完了再说，眼下半决赛才是顶要紧的事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房间里有不是你放的怪东西，赶紧瞅瞅去！谁呀？缺德带冒烟的，往我屋里塞这玩意儿！小师兄，陆师妹来过，说有东西还给你。你不在，她把东西放门口了。放门口？我看是顺手推门塞进来的吧。团体战后那半天我不在，合着就趁这功夫搞阴的。这要是被人发现我屋里有女子礼仪，轻了说私德有亏，重了我身份直接暴露。陆灵溪啊，陆灵溪，手段是不咋高明，但招够损的。行，这笔账姐给你记小本本上了，早晚算回来。师兄们都不在，就我一个人干活。小师兄忙起来衣服都不叠。这是谁的？小师兄他外头有人了！冷静，兴许是洗衣服混进来的。不对啊，分支就我们几个人，方圆百丈连只母蚊子都没有，哪来的姑娘？所以小师兄有心上人了，而且发展的好像还挺快。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。小师兄那个木头性子，咋还能哄着姑娘呢？算了，不关我的事，只要那姑娘别欺负小师兄就行。来了，气运之子是吧？我倒要瞅瞅你有几斤几两。江慈远筑基5层，清霜剑一出手，上场的对手连3招都没跌住。天苏那队最弱的都筑基2层，落霞分队不都全员炼气期吗？江慈远筑基5层，剑修，速度快的邪乎，身上至少2件中品法器，1把清霜剑，1枚护体玉佩，剩下4个最低筑基2层，最高4层。小师弟这还打个啥呀？硬打肯定打不赢，但咱能打出名堂，不能让这帮人瞅扁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师傅留下来的阵法。你看这里，困步阵可困对方10息灵力，够了，足够了。起！二师兄，左移3寸。这边，右脚。再来。小师弟，你是不是不用睡觉的啊？再来，第5遍，起，成了。他不来，说明他有自己的打算，不用催。半决赛3天后，在那之前，把这只小破鸟藏得比啥都严实。个人战前2场直接认输。直接认输？江慈远那队个人战咱赢不了2场，硬拼只会受伤，伤了团体战就全废了，把体力全留给5对5的团战。他点头，这事儿就稳了。个人战第1场，落霞分支对天书分支。认服。他打了3下就跑了，落霞分支这是怕了吧？认负。嘿嘿。不自量力，倒也算识趣。够快！攻击节奏偏左。认负。出剑偏左，收剑空当0.3息，够了，没白事。他瞅我的眼神笃定优越，在他眼里这场就是走个过场。走位，困步阵，起！10息，只有10息，给我挺住！
那个是谁啊？炼气9层，顶多炼气9层吧？这速度也太邪乎了！消耗比预想的大太多了，丹田像被抽空了一层，但不能动，站位绝对不能乱。7吸、8吸、9吸。他急眼了。时间到，落霞分刀，出界1人，天虚分刀3人，击倒2人。团体战，落霞分刀胜。赢了。天髓分杯以个人战总优势微弱晋级决赛，落霞分杯止步4强。4强，落霞分子打进4强了。全宗吊底那个落霞，就那个，我没看错吧？他盯的不是我，是小金，那眼神不像是对手之间的。林北师弟，你那只灵孔，下次让我好好瞅瞅。好消息他没暴露，坏消息江慈泉已经确认他存在了。原书气运之子的因果线已经和宿主缠上了，当前剧情偏离度47%，偏离度越高，气运之子的反噬意图越强，请宿主小心应对。走。奖励呢？啥时候发？赶紧的啊！中品灵石50块，加上之前卖符攒的17块，再加小金刨出来的零碎，离还清师傅那笔烂账总算筹见点影儿了。这玩意儿原书里得金丹期长老推荐才能拿到，现在直接送上门了，不对劲。下一阶段3目标：第一，开仿师商铺，稳当赚钱；第二，备战3个月后的秘境；第三，找师傅留下的东西。还有呢，小师兄你个人修为也得提升吧？炼气5层跟人对线全靠阵法和走位，下次再碰着江慈远那种级别的，会练的指定练。散会，今晚有事儿，大师兄和莫师弟留一下。就是这里，往下挖。好嘞。有东西！停！那笔债不是灵石能还的，别找我，找了你们会有危险。但地图上那个位置能帮你们活下去。不是灵石能还的，那是啥？合着我接了这么大个烂摊子，带着一帮吊底子拼死拼活，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。唉。逍遥子欠下的不只是灵石，他曾和某位大能做过以命换命的交易，交易内容未知，当前信息不够，没法进一步解析。回去吧。落霞分支这次不错，3个月后的秘境名额，你们打算派谁去啊？回长老，弟子还在琢磨。他在紧张，为啥？师兄，你看这个，30年前的分支注册文书。30年前替师傅做担保，那师傅跑路的事儿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今天特意过来问秘境名额，是例行公事，还是另有所图？还有他瞅莫寒渊那一眼，啥意思？线太多，都缠一块儿了。莫师弟，你来落霞分支，真的就图个清静？不只是，但现在还不能说。行。等你想说了再说，我不催。元婴期修士的感知，他要是真动了探查的念头，我不在体表的伪装阵纹未必挡不住。魔域的气息一旦被认出来，走不了。念北，活下去。念北，那是我上辈子的名字。这身体原主叫林北，苏念北是我穿越前的真名，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。那个女人怎么会喊出这个名字？我穿越这事儿本身是意外，还是早就安排好的？
5%，连个开头都算不上，但它出现了，说明答案真存在，就是被锁着。师傅那封信说那笔债不是临时能还的，系统说逍遥子做了以命换命的交易，封印记忆里有人喊我现代的名字，这3件事儿有没有关联？确认了。逍遥子的徒弟们3个月后会自己送上门。咋愁咋透着股寒酸劲儿。没办法，月租80灵石，押一付3，小半积蓄直接没了。师兄，你笑一个呗，你这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，客人都不敢进来了。6株养气草，2瓶聚灵露，大师姐送来8颗培元丹。等下，这丹有2颗颜色发青，那2颗炼废的不卖。它成功率到1/6了。进步了。1/6的成单率，搁别处拿不出台面，但落霞分支就这条件，有的卖就不错了，慢慢熬呗。宿主，不好了，门口来了个穿灰衣服的人，灵力贼强，直奔咱们店来了。小店能鉴定灵丹品节不？这批是从外头收的，拿不准纯度。3阶中品，灵性8×2，根部有点杂质渗进去了，采摘的时候伤了须根。别家动用灵阵照了小半盏茶，说的跟他几乎一字不差，他就摸一下就爆出来了，这也太邪乎了。第2株3阶下品，纯度不到70%，不建议入药，喂行兽还行。这株不对劲儿，夹带了点含酮素，产地估摸挨着阴寒水脉，要是拿去炼丹，成品指定有副作用，吃了灵力运转得卡壳小半个时辰。啊！20灵石鉴定费，多谢多谢！哎呀！林北师兄，2瓶聚灵露再加1盒培元丹，我都帮你跟大伙儿宣传啦。多谢沈师妹。对了，江慈远师兄最近正找金属性灵材呢，说练新剑法要用，好多人都帮他留意着呢。金属性灵兽，这要是被寻着问摸上来，你们这儿有金精草不？或者金属性灵兽的材料？没有，本店就做灵植鉴定和低阶丹药生意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访视经营阶段收益结算512灵石，够续2月房租了。买东西啊？小店生意挺红火啊。访视有规矩，新铺子头3月得交平安费，1个月100灵石。平安费？访视管理条例第几条写的？把文书拿出来我瞅瞅。规矩不是非得写纸上的，没文书依据的钱不交，您慢走不送。你早晚得后悔。林兄，冒昧登门，想跟你谈点事儿。有话直说。林兄的鉴定本事，我是打心儿里佩服。恶性竞争不如好好合作。万宝阁出渠道客源，林兄出技术，利润3-7分。3-7，合着万宝阁拿7，上午给1棒子，傍晚塞颗甜枣，合着是1盘棋的正反手。容我琢磨2天。不急，随时等你信儿。这人灵力流转有杂文，练过不止1门偏门功法。你觉得他不对劲？殷长老的人上午才来施压，他傍晚就登门侍候，要么是同一盘棋的2步棋，要么就是他接着你试探殷长老的底线。2种可能，哪个都不是善茬。3阶灵草带微量含毒素的那种，我鉴定完特意单独隔离开的。偷一窟有毒的破药，不图钱，那图啥？偷有毒灵药的人，要么自己用，要么给别人下封。出事了！访视传讯符说，有个主宗弟子灵力暴总了，查下来是吃了带含毒素的灵药，执法堂连夜介入，正追灵药来源呢。那株毒草的最后持有记录，访视交易卷宗上写的落霞灵草堂林北。林北，有人举报你铺子售卖有毒灵药，害同门受伤，你需要配合调查。瞅见没？落霞灵岛堂那老板被执法堂带走了。
卖毒药害同门，胆子也忒大了。配合调查，应该的。不过麻烦秦师姐先核实一件事，那株灵药的出库记录卷宗上有，但我这儿有完整的库存封存日志。昨晚关店清点的时候，那株药就已经不在库房了。我出货记录里从来没卖过这株药，就因为它有毒，鉴定完就做了隔离标记。说白了，它是被盗的。我后门的封印阵有被人短暂解开的痕迹，秦师姐可以当场去验。卖毒药害同门，胆子也忒大了。不是说鉴定很厉害吗？我昨天还去排队来着。说吧，使劲说，等执法堂定论了，一个个都得把今天的话验回来，连本带利一起收。那株灵草是3阶的，带微量寒毒素，5天前一个散修送来鉴定的，鉴定当天我就标了待销毁，单独搁库房第3层最里面了。这是鉴定时间和隔离标记，精确到克。关店是虚实3克，阵法记录显示亥时整，后门封印有过一次短暂解除，撑死不到10秒之后就恢复了。同一时间隔离阁有灵力扰动，我没卖过这株药，它从入库到失踪一直都在隔离区，是有人撬了我的阵进来拿走。我没叫他呀，自己来的。我每天负责协助关店，玉石3克锁门，我亲手确认过库房隔离阁药还在，之后我就离开了。你呢？派事前后，我在附近例行夜巡，探测到一道灵力波动从落霞灵草堂后门方向冒出来，一下又没了，持续大概7、8收。灵力属性偏阴，修为最少筑阶中期，时间、方位、灵力属性全在里面。证据链完整，有人在关店后侵入库房，盗取隔离灵药，制造中毒事件嫁祸。林北嫌疑排除，此案性质变更为恶意栽赃，执法庭另行追查。道歉？想多了，但至少没人敢再当面嚼舌根。侵入者灵力残留追踪方向万宝阁区域，但痕迹已被刻意揪除，无法锁定具体人。万宝阁，顾安妮的地盘。是他授意的，还是殷长老的人借万宝阁执行？又或者自编自导，先下套再出来当好人？哪种都不是好消息。林兄，打扰了。听说昨日的事跟万宝阁有关，我回去彻查了一夜，出事才私自行事，胆大乱爆10灵石，也是我个人的歉意，给林兄添麻烦了。50灵石，买我一个人情，还是买我闭嘴？这种人笑着递刀陪让。顾兄客气。那个被开除的万宝阁管事，隔天出现在主宗殷长老府邸里当差。殷长老指使万宝阁管事执行，事后顾安宁出面收拾结局，顺便拉拢。这2个人之间不是上下级，是各取所需的同盟，标注好，隔离好，等该用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就是那个盲修，执法堂都给他开了证明，厉害，被冤枉都能翻盘，本事硬。本月营收加大笔奖金加散卖2300灵石，距离12万差10.77万，按这速度加上秘境再搞几波，1年、2年，保守3年吧。请问这里可以救灵宠吗？建议宿主立刻救助。5行灵元，水属性，这东西要是活过来，值多少灵石我都不敢算。炼气2层的修士不该轻成这样，长期灵力透支。快来人！搬人！还活着？活着，先安置。灵力流转几乎停顿，核心处有裂痕，不是自然受伤，是被人为撕扯过的。有人把它当重电池用了。同类？什么意思？5行灵元，它是水，本座是金，上古同源，救他！来吧，温如玉。少年是灵力反噬，根基没断，静养半月能恢复。蛇的问题大，灵力核心裂了3道缝，能补水属性灵材，至少100灵石品级的，再不补，半天之内核心淬裂，碎了就是死。月底刚算的账，2300灵石家底，距离那12万的天坑还差10.77万，100灵元扔下去，水属性没救活，赌了。30年份的寒潭莲心草，市价120，出手倒是阔绰。少废话，动手。120灵石，120灵石，再往里钻。冷，好冷，你好暖，你是谁？你爹？不是，你救命恩人，先这么叫着。凭什么他能在怀里，本座只能待在袖子里？天理何在？你是金属性凉的，他怕冷。你偏心！蛇，我的蛇，活着，在我这儿。别，你叫什么？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被追？一次说清楚。我叫林夕，散修炼气2层，那条蛇是我在断崖底下捡到的。捡到之后呢？第2天就有人追上来了。什么人？
穿黑袍，修为很高，筑基中期至少。他用一种上岸上来灵力就被抽走的术法，我跑了3天3夜，穿过2个郡城才甩掉。吞噬灵力的术法，正道功法里没有这个路子。那不是正道的东西，具体的我去查。这人该说的时候自己会说，追着问只会让他逼得更紧。要走吗？暖的嘛，再待一会儿嘛。我在盘账，你别闹。可是你手好暖，得给你取个名字，就叫小水，这样小水就能一直暖着啦。手腕也要强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本座的领地只剩袖子了。你们自己商量。你的本座让不会暖的。苏前辈，我想留下来报恩。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扫地搬货站柜台，包吃住不包零食，打工还恩情，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算。好，没问题。行吧，多个跑腿的也不亏。是灵教安排旁支，最近在大量搜寻上古灵兽，五行属性的，疑似在集清某种阵法材料。五行灵兽，五行阵法。30年前那道封印，那个人又来了。什么人？抽走我灵力的那股气息，我不会认错。追到宗门访尘来了，胆子不小。是他追来了，都别出去。有客人，不速之客。筑基中期，要打。筑基中期往上，灵力带侵染性，正面碰不划算。灵犀，带小水走后门，去分支驻地，路上别停。乖，暖的地方跟灵犀走，回来还暖你。放心，演技不比你差。莫寒渊，你封后门出口，他进来之后断他退路。五口他答应了。二师兄，你去执法堂报信。包在我。传讯符带了吗？带了，在呢，第3个口袋。别在半路把符弄丢了就行。客人，本店打烊了，明天那只水蛇在哪儿？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！什么蛇？我们要不卖活物。1步，2步，3步，够了。有意思。大师哥，压他左侧。莫西寒，你不是普通弟子，你是谁？不该问的别问。筑基4层的邪修，他制住的太轻松了。这种灵力操控的精度和力度，不是筑基9层能做到的。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。是灵教的功法。200灵石，至少200灵石的损失。别难过，本座帮去偷。闭嘴，不许偷。秦洛传来审讯结果了。他们在集齐5种属性的上古灵兽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金、水，我手上已经有2只了。是灵教，是魔域旁支，但不受魔域主脉控制。他们的行动连魔域正统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魔域的事？以前跟魔域的人打过交道。散修嘛，什么人都遇过。秘境7天后开启，地图上标了个位置，可能有第3只灵兽的线索。你去不去？去。苏念北，是灵教要集齐的那个阵法，30年前用过一次，那次死了一整座城。那个男人刚才说的话，本座怎么觉得他不只是打过交道那么简单？7天，3只灵兽，还有他到底是谁？青兰宗100年一开的荣云秘境，7日后开启。凡炼气5层以上、筑基后期以下弟子，皆可持宗门玉牌入内。100年一开，3年就赶上了宗门冒青烟了。听说上次秘境出了半株9叶还魂草，换了3000中品灵石，够我修炼10年。秘境共7层，内藏上古灵药、令兽蛋、功法残卷。第7层有仙人传承机缘，铁则3条，不可私夺他人储物袋。遇生死危机，捏碎玉牌，即刻传送出秘境。违令者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各分支按弟子规模分配名额。3日后，主殿广场凭分支令牌登记领秘境令，开启当日卯时，广场3座传送阵统一入内。荣云秘境100年一开，连沈阎王都亲自出面公告，难怪殷长老那边急着凑5行灵兽。
这种级别的上古秘境，不仅藏着火木土3只灵兽的线索，还有师傅留下的秘密。小师弟，去不去？不去我回屋补觉了。这太阳晒得人犯困。废话，当然去。万一捡到仙人传承呢？万一捡着神兽蛋呢？咱们直接一步登天。去，先回殿，等宗门名额分配通知。前辈，我也能去吗？我炼气2层，能帮你们拎东西。你修为不够，名额也轮不上，留在店里看店。秘境不是捡灵石，是玩命。诸位同门，荣云秘境凶险重重，万宝阁为大家备了3份厚礼。秘境中所得机缘，若有意出手，万宝阁按市价上浮1成收，同走无期，绝不压价。上浮1成，说的比功法稀有一些，不被他8层皮，别想完整走出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穷鬼，小分支撑死3、4个名额，也配跟我抢秘境里的天才地宝？有命拿才算你们的。林北，咱们秘境里见。上次执法堂没弄死你，这次就你们小猫2、3只，可没人护着你了。这狗东西，仗着他们分支名额多就狂，要不要我现在上去掏他麻袋，保证打了他亲娘都认不出来？不用。老磨了这么久的刀，终于要出鞘了，就是不知道砍不砍得动林北这块硬骨头。辟谷丹50颗200灵石，中品防御符10张300，高阶解毒丹备了30颗又是200，这还没算给那2个小祖宗备的灵石。还有本座的金灵砂，至少2两，少一点都不行。有水要含痰绳带进去，不然会干的。闭嘴！再要就把你们2个留家里看店，1颗灵砂都别想碰。坏了！刚接到宗门传令，咱们落霞分支人丁少，这次只分了3个秘境名额，3个，咱们6个大活人，谁不去啊？我修为最低，要不我……急什么？等小师弟拍板，他算营收账比谁都精，算人也一样。3个名额，最优配置是我莫寒渊、祝瑜去。大师兄、小师妹、大师姐，你留店。第一大师兄必须留，你筑基7层。大师今年的想讨回测万宝阁办，说不定会小动作。殷长老的人，柜台后一坐，没人敢乱闯。那我呢？为啥选我呀？我还以为我铁定留店呢。第二，我必须去，只有我有5行灵兽的系统感知，火木土3支的线索，别人拿不到也感应不到。师傅留在秘境里的东西，只有我能触发，没人能替。我是盲修，灵力感知范围比你们大3倍，秘境里找路、探陷阱、躲危险。我比眼睛好用。哎，你说归说，可别把我也算上啊。第三，莫寒渊必须去。你战力深不可测，能硬刚筑基中期的邪修。上次噬灵教黑袍人，你一招就制住了。秘境里遇到硬茬，只有你能兜底。好。第四，祝瑜，你是第3个最优解，不是凑数，你是宗门百事通各分支的底细，历届秘境的旧档，执法堂的巡查规则，甚至哪里有暗道哪里有灵泉，你门儿清。这些信息关键时候能救命。你脚程快，练气久，轻身术比筑基修士还溜。探路报信，引开追兵，没人比你合适。保证完成任务，小师弟指哪儿我打哪儿，绝不给你拖后腿。3个名额刚好卡死最互补的配置。顾长明镇后方，我们3个冲秘境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没比这更稳的了。行，就这么定。你们3个的丹药符卷我全包了，加倍备。活着回来，我给你们炖灵鸡汤。大师姐，万宝阁顾公子派人送的，说预祝各位秘境顺雷，满载而归。里面是3套法器，刚好1人1套，丹药分了。他的人情，咱们用物资抵，半分都不欠。好嘞，放心，保证分得明明白白。荣云秘境，机缘与凶险并存。记住3条铁则：同门不可相残，不可私托储物袋，玉牌捏碎即可出阵。我等7位长老在外全程坐镇，若有人敢坏规矩，执法堂必不轻饶，定当严惩。执法堂30名弟子分3队入秘境，持执法黑符全程巡查，敢作乱者杖刑300，废去修为，逐出师门，魂牌打入罪堂，永世不得入宗谱。你看他那德行，真欠揍。急什么？进去有的是机会揍，往死里揍，算我一份精神损失费。林兄、莫兄、祝师弟，预祝3位满载而归。顾某在阁中备好酒菜，等你们回来庆功。金水已经齐了，荣云秘境、火木土3支，还有师傅的秘密，最好别让我失望。时辰到，传送阵，来吧！栽赃的仇，抢灵兽的恨，还有你藏了几10年的秘密，咱们秘境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你们3个放心去闯，后方有我，谁敢动落下灵讨堂1根手指头，我拆了他的骨头。火属性灵兽的信号，衰减速度太快了，
再拖1刻钟，怕是连渣都接收不到。小师弟，师傅的线索就在东北3里处，1炷香就到了。线索刻在石头上，又不会长腿跑掉，命就1条。走。小师弟，低温在升，前面该是熔岩地带了。打斗痕迹不超过半个时辰，有人比我们先到了。洞口岩石是被硬劈开的，至少剑气7层以上的力道。按住他，别让他再吐火！周师兄，这小东西劲儿还挺大。哼，废物，一只受了伤的灵兽都搞不定。周子恒，青岩分支殷长老的得意门生，在宗门里横着走的货色。小师弟，那是殷长老的人，在秘境里跟他起冲突，出去以后的事，出去再说。别争了，跟我回去见殷长老，保你吃好喝好。周子恒，你这手脚伸得够长啊，欺负小动物多大人了？哟，你长能耐了，这是秘境先到先得，你管得着吗？管不着，但你挡着我路了。哼，就凭你一个，让开！你们等着，殷长老不会放过你们。别怕，别怕啊！我是金属性，那条蛇是水属性，我们老大人可好了，不抓你。来，吃点东西。我被困在这里不知道多久了，好几波人来抓过，每次拼死逃，这次是真跑不动了。又是一个被追着跑的。宿主，你可以问问看这只火属性灵兽要不要跟咱一起走？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保证以后没人再能抓你，但你得自己点头。那你得本姑娘起个好听的名字，不许叫小火，太俗了，配不上本燕，怎么样？哼，勉强接受。有人布阵，林北，以为我就这么走了？你猜我刚才在外面干什么？困阵3天，你们3天别想出来。这被困3天，我们的灵力补给弹药根本撑不住。标注的方向是洞穴更深处，那正好，往里走。啊，小师弟，里面未知危险更多。小师弟，你怎么确定里面一定有路？师傅的线索告诉我的。小师弟，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个名字怎么会在这里？莫寒渊，师傅的笔记，为什么会刻着他的名字？有人来了。发现什么了？师傅留的路标指了条往深处走的路线，半真半假，但那个名字现在不能说，不是不信他，是这件事太蹊跷。小师弟，周子恒那困阵我刚试了一下，至少得筑基后期的灵力才能硬破，咱仨加起来够是够，但费的时间不破了。你确定？万一里面有陷阱？往里走，师傅在里面留了东西，有陷阱，但咱们有钥匙。这阵纹残留的灵力笔数，这阵纹残留的灵力笔数，跟师傅当年在山门外刻的护山阵一模一样。他不只是来过这里，他精心布了这条路，专门留给拿到谕令的人。留给我的，你走之前全安排好了，就等我自己找过来。安排这么周全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非得搞寻宝游戏？逍遥子前辈这阵法功夫，放整个苍阳中也是前3的水平吧？到了。小师弟，正中间一个架子，上面有玉简，有瓶子，3瓶弹药的样子，还有零食，不少，得有2000块中品的。最右边还有一面铜镜，蒙着块布。检测到高阶功法传承，落霞心法逍遥子改良版，是否替换当前修炼功法？改良版，他改都改完了，功法加就比宗门版本复杂了不止1个层次，放在这里落灰，你改了不交，改完了跑，像话吗？6阶复原丹，市面上有价无货的东西，3瓶，2000块中品灵石，够普通散虫吃3年。小师弟，你这收东西的速度，专业的呀！师傅留给我的，不拿白不拿。
见了！我看，这是谁？这是我。铜镜名为赵真镜，可短暂应召原为女性，封印同时带无外在性征。身体本来就是女的，封印不止封了视力，还改了外貌。我一直顶着一张男人的脸。朱莉，你没事吧？我就一道白霞闪了下，机会是法，东西啥也没有吧？你刚才看到什么了？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吃颗丹药？赵真镜只对赵镜者本人显示，旁人看不见。二师兄没看到。没事儿，就是灵力波动太强，冲了一下。他听到了，我刚才脑子里想的那些女子面容，封印改了外貌，他全部接收到了。心声，他一个字都没漏。东西都清了，走吧。这个气息，那边有跟本小姐一样的同类。什么情况？墙里边有活物。第4只木属性灵兽，封在师傅遗葬的隔壁。小师弟，让开！木属性灵力极其微弱，一明一灭，快要停了。一根枯木枝被灵力水晶包着，上面趴了个巴掌大的绿壁虎。就是他，跟本姑娘一样的气，同类的气。什么？青木居的幼体，上古木属性神兽，灵力几乎见底了，再耗下去就不是睡着，是死。跟你和小水之前一样，灵力枯竭，撑不住就昏过去了。木属性灵补丹，借个东西碾碎。一团金色在上方振翅，一条蓝色缠在侧面输送药液，一团红色趴在下面加温，中间那坨绿的还是一动不动。几百年了，啊！本座睡了几百年了，谁呀？你们这是哪儿？你身上有封印的味道，跟把本座关在这里的那个人一样的气息。封印的气息，玉简影像里那个白发修士，师傅的师傅，他封了这身体，也封存了灵兽，全是为了一个有缘人。别紧张，封你的人不在了，我是来接你的。行了，醒都醒了，别摆架子。你叫什么？本座乃上古青木洲一脉，名讳。本座的名字太过复杂，凡人无法参悟。他忘了，那就叫小木吧。小木，习惯小金。本座堂堂青木优被叫，习惯就好。我要叫小水哦，本姑娘叫燕燕，总比你们的强。行吧，小木就小木。20张，30张。子灵供激活，宿主魔元激活进度15%。但现在不是想这个土属性后，被困了大半天，秘境第1层只有7天，得出去了。困阵还在外面。等级不高，我来。可算出来了，为什么是我头上？头发最暖。本座刚醒还虚弱，需要休息。摆架子倒是学得挺快。二师兄，师傅改良的进阶版落霞心法，大师兄那份回去再给。这比宗门发的版本至少高2个层次，师傅改都改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教我们？问得好，我也想问。等找到他，我第一个揪他领子。求救信号！多人战斗，灵力乱成一团，其中一道温润纯净，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，是沈清玉。方向。